大家好，我是技术人员 Ron。今天这支影片会示范3个 Unity 内常见的资料储存方式 ：Player Prefs、Scriptable Object、JSON， 以及它们各自的使用情境。如果想看特定主题的说明，可以透过时间轴来切换。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 Player Prefs。Player Prefs 是 Unity 提供的一种简单键值对 Key Value 存取方式，适合用来储存一些简单的设定或小型资料，例如音量大小、游戏难度、玩家名称等等。它的特色是使用简单，但不适合储存大量或复杂的游戏资料，也没有加密功能。那我们该怎么使用呢？我们这边就简单用这功能做个超简易存档系统。首先创建一个 Save Manager， 并且我在场景上先拉好一些 UI 当做显示数字的元件。这边因为需要展示修改存档数值的关系，所以我就直接用 Input Field 的 UI 来当做示范的元件。如果不知道 UI 怎么创建的话，建议可以点击资讯卡来回头看前面的 UI 教学影片。UI 摆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Save Manager 这边。那这边我们就假设我们要储存玩家当前的名字、分数、生命值来当做范例。我们先在 Save Manager 这边先宣告好所需的 UI。接着我们要让档案可以存档跟读档，我们会需要2个 function， 分别是 Save 跟 Load 的2个功能。这边我就直接展示写完之后的样子，全部写完就会像这样子。那我们来逐一说明一下细节的部分。Player Prefs 是透 Get 跟 Set 的方式来存取资料，它只能存3种资料 ：String、Int、Float， 会透过一个 key 来做索引。这个 key 是一个自定义的 string， 后面的栏位就是要储存的资料。这边要特别注意你要储存的资料，如果格式不符，就必须要先转换格式一次，就像这边 int 一样，会需要从 string 透过 int 到 parse 转成 int。那 get 边也一样，透过同一个 key 去读取资料。那假设第一次开启游戏读取不到资料的状况下，我们通常都会预设一个值当做预设值，就像后面这个一样。到这边2个 function 就介绍完了，接着来新增并说明一下触发的时机点。一般我们会在启动游戏最早的时机点去触发读取资料，所以就会在 awake 这边放上 load 的 function。接着我们通常会在关闭游戏的时候去自动存档，所以可以在 on application quit 的时候去存档。on application quit 是 Unity 内建的 function， 触发时机点就是关闭游戏的时候。以上2个时机点都可以根据需求去做调整，比如手动存读档之类的需求，都是可以另外新增或调整触发时机点的。接着我们可以回到 Editor 这边，把刚刚写好的程式挂到场景上，并且设定好对应的 UI 之后，就可以执行看看了。可以看到第一次启动，因为我们没有存档，所以就会直接读取预设值来显示。接着这边随便改一下名字、分数之类的资料后，关闭游戏，再重新打开一次，就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修改的内容都会被存起来了。这就是 Player Prefs 的用法，是不是很简单？不过 Player Prefs 这么简单的代价就是它很容易被破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资料其实是存在本地电脑的。如果你是使用 Windows 系统的话，可以执行 regedit 来开启登录编辑器来检视资料的位置，会在画面上的这个路径。找到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设定好的资料都在这边。这边要记得一点，只要在本地端的资料就是有办法被篡改的。比如说这个玩家分数它是10进位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分数改成9999999。我们可以回到游戏内执行看看，可以看到读取后就会显示被修改后的数字了。这也是为什么会建议如果用 Player Prefs 的话，最好用来存取一些不重要的数值的原因，因为只要把资料存在本地端，就有被篡改的风险。除此之外，你在用 Player Prefs 的时候会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只能储存3种资料形态，比较复杂一点的，比如阵列或 class， 它是没办法储存的。所以这时候就要介绍2种方 Scriptable Object 跟 JSON 这2种方法。在使用之前，要先确认你要存的资料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根据是动态还静态来选择存档的方式。首先是静态资料，静态的意思就是在游戏执行时不会被更动的资料，比如怪物能力值、道具功能、多语言翻译等，这些就属于是静态的资料，就会很适合用 Scriptable Object 来储存资料。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空的 scripts， 名称就叫做 Enemy Data 好了，直接将这个档案打开来编辑。我们在 class 后面加上冒号 Scriptable Object， 这样就可以继承 Scriptable Object 的特性了。这行 Create Asset Menu 是 Unity 提供的一个便利功能，它可以让我们在编辑器里直接右键建立这个资料档案。File Name 是预设的档名， Menu Name 则是它出现在右键 Create 选单的路径。这样我们就不用自己手动建立空白 Scriptable Object， 然后再去设定资料，直接右键点一下就能建立一个已经可以填资料的点 Asset 档，非常方便。程式内我们就简单的写一些基本敌人会有的能力值，比如名称、血量、速度、攻击等。
写完之后存档，我们就可以回到 Editor 来新增看看。一般来讲，我们会把这些设定档都放在 Resources 内，方便读取。在 Resources 资料加右键找到刚刚写的路径，选择 Create 就可以创建刚刚写的 Scriptable Object 了。这边我们可以随便编辑一下资料，比如我就叫 Enemy 1跟 Enemy 2这两个设定好了。那我们要怎么读取资料呢？我们新开一个测试用的 Script Bin， 取名叫 Scriptable Object Demo， 在程式内先宣告两个 Enemy Data 的变数用来储存资料，接着在 Start 这边用 Resources.load 来读取这两个设定档，并且用 Debug Log 的方式把资料显示出来。就像画面上这样，这边要特别注意用 Resources.load 的话，你的档案要放在 Resources 的资料夹内，并且档名要正确才行，大小写或拼写错误都会导致读取不到。写起来就会像画面这样，接着回到 Editor 执行看看，可以看到确实有把资料读取出来了。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了，如果要存复数个 Enemy 资料怎么办？难道要一个一个读取吗？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我们可以做资料的统整，我们可以再创建一个资料名为 Enemy Settings 的 Scriptable Object， 并且把刚刚的 Enemy Data 做成阵列来储存，这样就可以了。接着再回到 Resources 这边新增一个 Enemy Settings 的设定档，这边就可以看到它会出现阵列，这时候就可以把刚刚创建的 Enemy Data 给放到阵列内。到时候如果要读取资料的话，就可以直接读取 Enemy Settings 就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到 Demo 程式这边去修改一下读取跟显示的方式，依照刚刚的逻辑稍微修改，就可以轻松的读取到阵列内的资料了。我这边就用 Forage 的方式把资料都读出来，回到 Editor 直接执行看看，可以看到这边就已经把 Enemy 资料全部给读取出来了。以上就是 Scriptable Object 的简单用法了，也是适合静态资料的纯读档方式。接着来说明动态的资料储存方式。动态资料就比如说玩家的道具、技能这种，随着游玩进度会不断变动的内容，这也是最常用于储存玩家存档的方法。那就是用 JSON 加 File 的存档方式。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类别来存放玩家资料，先创一个 script 叫 Player Data， 并且像画面上这样写好程式。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System Serializable 这个标签很重要，它告诉 Unity 这个类别可以被序列化 Serialize， 这样才能顺利转换成 JSON 字串。接着我们回到 Save Manager 那边，把原本的 Player Prefs 的部分改写成 JSON 的用法，就像这样子。为了方便等等查看，我把 Player Data 公开，而因为有序列化的关系 ，Class 也可以直接显示在 Inspector 面板上了。然后我们可以先看 Save 这边 ，JSON Utility。ToJSON 是 Unity 提供的工具，用来将物件 Object 转换成 JSON 字串。第一个参数 Data 是我们要转成 JSON 格式的内容，第二个参数 True 代表美化 ，Pretty Print 会让 JSON 内容换行，缩排方便阅读。如果不需要换行，可以写成 False 或省略。File。Write all text 是 C# 的档案写入方法，你必须 using system.co 才能启用。Save path 是档案要储存的位置。Application Persistent Data Path 是 Unity 提供的跨平台永久储存路径，用来储存玩家资料、设定档等不会随游戏更新而删除的资料。它会根据不同平台对应到不同的位置。各平台对应路径的话，可以看这张图。Windows 的话就在这边。接着来看读取的部分，读取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存档的相反。这边会先用 file.access 来确认是否有档案存在，没有的话就回传空值，如果有的话就读取文字内容，并且将文字内容给转换成 class， 这样就可以读取出存档了。那触发时间点跟 player prefs 一样，都是在 awake 跟游戏关闭的时候。如果没有发现有存档，就新增一个预设值当作存档。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来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存档，所以这边是用预设值。可以看到这边就跟我们预设的能力一样，我们可以先关闭让它储存一下。接着我们去找到在本地端的 JSON 存档来看看，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存档的内容，这样的格式就是我们常讲的 JSON 格式。假设我们在这边修改存档，比如说把木剑改成大宝剑，火球数改成好火球之数，这样回到 Editor 重新执行的话，就可以看到存档也跟着被改变了。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 JSON 存档系统了。但是这样的存档很容易被篡改存档资料，因为玩家只要找到存档并且一看是 JSON 格式，轻松就可以篡改内容了。所以我们通常还会有其他的防治手段，比如说加密或是变成云端存档之类的。不过这些我会放到下一支影片来说明。好了，最后我们快速总结一下这3种 Unity 常见的资料储存方式。第一个是 Player Prefs， 它的优点是使用非常简单，不需要额外的档案室，核存少量的资料，例如音量、游戏难度、玩家名称等等。
不过它只能存 int、float、string 这3种形态枚，有加密机制，而且很容易被玩家直接修改，所以只建议用来存一些不重要的设定值。第二个是 scriptable object， 它的好处是可以直接在编辑器里建立资料档案，方便管理静态资料，非常适合像怪物、属性、道具表或多语言翻译这些固定不会变的内容。缺点是它不适合用来做动态存档。第三个是 JSON 搭配 file， 它能够储存比较复杂的资料结构，像阵列或 class 都没问题，而且跨平台可读性佳。但是因为存档是明文的 JSON 格式，很容易被玩家篡改。那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内容。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